我知道你走得很不甘心，但是为了你的子孙着想，你只能回定陶。我们之间的输赢还没有定呢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我最讨厌你那副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的样子。要不是因为你，那些人全都不必死。从你一开始跟我作对，抢走属于我的一切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。你才是罪魁祸首。你真是无可救药，你赶紧回定陶去，永远都不要踏入长安半步。我知道，虽然你是太皇太后，可是你要清楚，当今皇帝是我一手养大的孙子，他血管里流的是对王姓的仇恨。不要妄想下毒手毒害我的孙儿。虽然我远在定陶，可是我还是会对长安城内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。你记住，总有一天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会要你恭恭敬敬、俯首帖耳地跪在我面前向我行礼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开始向女性的软弱做最后的诀别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决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全新的启程，全新的考验，全新的对决。朕还以为是康帝回来了。祖母教我，要像父王那样，仁厚忠义，德才兼备。只是我才智平庸，还远不及父王。小小年纪，就这样懂得谦虚，看来定陶太后是花了不少心思养育栽培你啊。定陶王，你为什么带来这么多官员上朝啊？祖宗有定制，诸侯王入朝面圣，应率封地内2000担官同行。国父、国相、中尉，都是封地内2000担官，所以都可随从。中山王为何只带国父入朝？是依据的什么法令呢？中山王，怎么连自己的侄儿都比不上？我在中山呐，最想念的就是这兔肉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忘不了这个味儿。阿远，你都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，馋劲儿还是改不了。哎呀，皇太后啊，你还不知道阿元吗？从小啊就这么爱吃，哎呀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这么有胃口。他呀是吃得下也要吃，吃不下他也要吃，也不怕把自己撑死。像我这样堂堂正正的吃成个胖子也没什么，就怕有些人不知足啊，这大腿呀都撑得比腰还粗了，还跟别人抢呢。我还用抢吗？都在我自己碗里呢。我想什么时候吃我就什么时候吃，我气死他我。皇太后，你给评评理，这么多年了还这么霸道。好了，为多大点事儿，你喜欢的话，我让庖厨给你做。你们两个人为了那么大点事儿争成这样，再说了，要争到未央宫去争，不要在我的长乐宫里争。太后肯这样破费，看来你对太子之位是志在必得啊。跟聪明人说话真是半点也不用费力。我还没有开口，赵昭仪就已经心领神会了。
当年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人，你的资质远远在你姐姐之上，皇后之位本应属于你。说到底，皇后也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封号，就算抢到手也没多大意思。何况，我怎么能和我姐姐去抢呢？没有皇子，却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这是别的女人几辈子都修不到的福气，你却轻轻松松的就办到了。哼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连我这个老太婆都羡慕你呢。太后可真是折煞我了。当年如果没有你的栽培，我又怎么会有今日的风光呢？不过，册立太子这种政事，皇上是不会愿意让女人插手的。就算我想帮你，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赵昭仪呀，不用多虑。姑已经说服了翟方进和朝中多位重臣一起支持馨儿，你的支持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啊。你若不肯助我一臂之力，等到将来我的孙子登基之后，昭仪的风光恐怕就到头了。我也没说不帮你啊，只是这件事困难重重。中山太后那边有皇太后撑腰，而昔日我和这位中山太后又有一些过节。如果我有什么动作，只怕皇太后那边会跟我为难的。无需担心，中山太后是个母老虎，可要论心计，她还不如你的1/10呢。何况，等他们知道的时候，这大事已成定局，他们又能把你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姑知道，能够扭转皇上心意的人，非赵昭仪莫属。郑君啊，咱们只有把馨儿扶上皇帝的位子，大汉才能太平，永相才能太平，你我才能太平啊！要是让阿瑶得了逞，恐怕无论是谁，都永无宁日了。我都明白，就算我身为皇太后，也不能强迫皇帝做决定，他心里面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你要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做，那可就糟了。这还没到分胜负的时候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会去说服皇上。为了社稷着想，也不能让阿瑶夺了权。一旦刘欣登基，那他只会沦为阿瑶的傀儡，到时候就真是天下苍生的不幸了。唉，照你的观察，你对这2位太子人选都有什么印象啊？中山王刘欣，性情淳朴，但资质愚钝，才学见地更是平庸。而定陶王刘欣，虽然刚刚年纪弱冠，却头脑敏捷，思路清晰，对答如流，是个聪明又能干的少年。看来陛下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可是春秋有云：“立嫡以长，不以贤。”为的就是防止君主以爱憎行事，以及嫡子们对储位的觊觎和争夺。这历来是安定社稷的大经大法，违背了就会引来灾祸，你明白吗？母后所言有理。问题是，明知道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帝王，还要硬把他扶持上去，这恐怕也不是什么社稷之福吧？能力不足可以培养，才疏学浅可以学习，头脑不那么灵光，可以委派贤明的大臣去辅佐他。可如果你立刘欣做太子，却是后患无穷。母后为何这样说？刘欣的祖母傅太后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你了解吗？她口蜜腹剑，心计阴毒。当年你还没出世的时候，她就屡次3番下毒手，想要除掉你。
母亲，我为了保护你，没少吃苦头。这些事，朕曾听你讲过。可是，母亲也不一直教导我，要以德报怨嘛。况且自从他们迁居定陶之后，傅太后一直安分守己，悉心教养孙子，并没有什么谋逆的行为啊。虽然她身居定陶，表面上过着平静的日子，暗地里却始终觊觎着你的皇位。赵氏姊妹就是她安插在你身边的棋子。母后的意思是说，皇后和昭仪都是傅太后的人？确凿无误。我先后派了公孙夫人和萧大人去暗访过她们姊妹的身份。可是母后，为什么到现在才跟儿臣提起这件事？因为你的整颗心都被赵合德给攥在了手心里面。就算母亲告诉你他是魔鬼，你会相信吗？傲儿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让刘歆做太子，不能让傅太后有机可乘。一旦刘歆将来登基，傅太后一定会像当年的吕后那样兴风作浪，动摇社稷根本。傲儿啊，我这辈子从未求过你什么事，这次就算母亲恳求你，好吗？朕打算立中山王刘兴为太子。众卿家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？不要在底下窃窃私语，大声给朕说出来。陛下，定陶王是你弟弟的儿子，礼曰：昆弟之子，有子也，为其后者为之子也。臣以为定陶王亦立为太子。臣以为立嗣为亲，中山王乃先帝之子，是陛下的亲兄弟。以尚书盘庚中殷之吉王的先例来看，当立中山王为太子。丞相和大司空所言各有道理。还有谁想禀奏？礼曰：兄弟不相入庙，立弟弟为太子，有悖宗法祖制。陛下，中山王才疏学浅，不堪委以君王重任。立储理应选择德才兼备之人。定陶王的聪明才智是有目共睹的，臣等一致支持他。定陶王尚且年幼，一旦登基，难保不受制于人，请陛下三思。是何德吧？不好玩，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陛下。会这么做的女人，除了你没有别人。陛下刚刚在想什么心事，想得这么入神呢？能不能跟我说说啊？有个人分担你的忧虑，你就可以轻松些啊。还不是朝廷里的那些事，大臣们争论不休，让朕头疼。哦，是不是为了册立太子的事情？你觉得朕该立谁为太子呢？关乎社稷的大事，女人怎么好插嘴呀？没关系，就当朕跟你闲话家常。中山王和定陶王你也都见过了，对他们有什么印象啊？两位王爷各有千秋。中山王看上去不善辞令，也许是大智若愚；而定陶王才华横溢，却说不定外强中干。你呀，倒是生就一张巧嘴，谁也不得罪。经你这么一说，
朕更不知道该立谁为太子了。陛下真的不知道吗？恐怕你心中早有主意了，只是碍于皇太后才左右为难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皇太后一向与定陶太后不和睦，而与中山太后感情亲密。在眼下这种关键时刻，她会支持谁，当然是一目了然了。可是，朕听说，你和皇后从前都是定陶太后一手栽培的，你却从来都没有跟朕说过，你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们姐妹出身微贱，这点从来都没有隐瞒陛下。定陶太后苦心栽培，并把我们献给陛下，陛下应该感激她才是。她一直不透露此事，是因为她不愿意居功。若不是定陶太后在幕后相助，臣妾又怎么有机会与陛下相识相爱呢？你的话也不无道理。看来，倒是朕错怪了定陶太后的一番美意了。何德，你知道吗？今生能与你相遇，朕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如今正是报答这位恩人的好机会。只要陛下让刘欣当太子，臣妾也会受到庇护。而中山太后一向都视我们姐妹为敌，若是她的儿子登基，我们姐妹一定会成为她的眼中钉。朕不蒙天佑，至今未有祭祀，天下无所系心。观与往古进士之戒，祸乱之盟，皆由私焉。定陶王欣于朕为子，慈人孝顺，可以承天序，继祭祀。其立欣为皇太子，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邑中山3万户，以慰其意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我原以为傲儿真能明辨是非，当机立断，结果我犯了天下母亲的通病，太相信自己的儿子了，让定陶太后暗中掌控了整个朝廷，我的位置也变得岌岌可危。陛下，你忘记服药了。此药能助你雄姿勃发。你不是每日都要服下一颗吗？有道理，这丹药可是方士进献的宝贝。如果陛下一次吃下10颗，不就可以给臣妾10倍的快乐吗？好，那朕就把这些丹药全都吃了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
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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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！陛下昏过去了，快来人呐！陛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傲儿，傲儿。姑听说陛下昏倒的时候，只有你一人在他身边。告诉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臣妾醒来的时候，陛下已经昏倒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臣妾毫不知情。太医，陛下到底得了什么病？皇上是患了风寒。什么风寒这么严重？皇上都病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还不跟我说实话？万一皇上有什么闪失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皇上双目晦暗，印堂发紫，阳气过度损耗，怕是已经濒临油尽灯枯了。赵昭仪，请你离开这儿。此时此刻，我早已将太子之争抛至脑后，变成了一心一意为儿子祈祷平安的母亲。然而，彻夜不眠的祈祷和太医的治疗均无任何成效。我们母子还是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刻。陛下，母后，何德呢？把何德叫来。还有飞燕，让他也来。飞燕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如果不是嫁给我，你可以跟喜欢的男人一起去你们喜欢的地方，做喜欢做的事。我把你绑在身边，却没有珍惜你。陛下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仅侮辱了陛下的尊严，还侮辱了自己的爱情。我是个坏女人。不，你是个好女人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何德，如果能让我重活一次，我最想做的事还是跟你相遇，爱上你，然后不顾一切的去渴求你的爱。陛下，对于这样的女人，你不可以再留恋。母亲，就当做是儿子最后一次请求，在我死后，
不要为难何德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在地下都不会瞑目的。母亲，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小时候，我连做梦都会梦到你把我抱在怀里，温柔地给我唱歌。可是梦醒来后，眼前却只有你的冷面孔。浩儿，我真该早点这样抱着你。过去是我对你太严厉了，是我辜负了母亲的爱。我恨过你，以为你很无情，甚至把你当成了我的敌人。每次看到你痛苦，我就感到报复的喜悦。我真是为自己的愚蠢而羞耻。母亲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原谅我的自私和任性。我从来没有真正把你的过错放在心里，我只是责备我自己。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为了我，母亲吃了太多的苦，我却从来都没有报答你，还处处跟你作对，让你伤透了心。为了反叛你，两个无辜的女子死在了我的手上，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血，这辈子是洗不掉了。如果阿田和阿娥地下有知，听到你的忏悔，他们会原谅你的。听不到也没关系，我会亲自去跟他们忏悔。无论他们想怎么报复我，我都甘心接受。还有阿田的孩子，这是我所有纯心当中最不可饶恕的。但愿我的死能抵偿我的罪孽。傲儿，既然你有勇气忏悔，就一定有勇气活下去的，是吗？你不能死，给我好好的活下去。我只有到阴间去忏悔。如果有来世，我想继续做你的儿子，不偿你。
谢大人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臣调查这些事情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早在皇上驾崩前的几个月，臣就开始到处搜罗证据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还那些枉死的冤魂以公道。既然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早来禀报呢？微臣虽有心维护正义，怎奈我官轻人微，说话没有分量。如果皇上在世的时候就出面揭发赵氏姐妹，恐怕早已人头落地了。妹妹，大事不好了！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让姐姐这样惊慌。我刚得到消息，司隶校尉谢光在皇太后面前参了我们一本，把谋害许皇后、班婕妤还有杀死皇子的事情全都扯了出来，还搜罗了一堆人证和物证。这下我们可要大祸临头了。皇上刚一咽气，他们就巴不得我们死。好啊，让他们来呀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妹妹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跟他们较劲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干脆咱们出宫吧。如今我们已经生是宫里的人，死是宫里的鬼了，往哪里逃啊？如果被抓回来，只会死得更难看。我在来的路上就发现不对劲儿，交房殿和朝阳殿突然多了不少人，恐怕是皇太后派来监视我们的。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赶紧得想想办法呀！你难道没有自尊心吗？还来做什么？萧大人，我是来看你的。没想到有人比我来得更早。我知道，此刻任何话都显得多余，也显得虚伪。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达我的愧疚之情。我做这件事完全是出于自愿，并不希望你有此负担。坐吧。虽然这样做很失礼，但能不能请你陪我喝一杯？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。这酒还是刚才定陶太后带来的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定陶太后，她也来看你了。他说想和我在一起，跟我分享他拥有的一切。那你为什么没有答应他？我虽然贵为皇太后，可是我却救不了你。但是只要他说一句话，你就可以被赦免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明白吗？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从来没有感觉到？还是你一直装作不知道？《
我知道以自己的身份不配说这样的话，但是在我临死之前，如果还不能说实话，我死都无法瞑目。所以，请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说几句心里话。说吧。还记得这只簪子吗？一直以来，我心里都装着一个女人，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我的女人，我也永远无法名正言顺地去爱她。但是只要能够陪在她身边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原本以为能这样默默地守护她一辈子，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分别了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皇太后，请你答应我，替我好好照顾她，好吗？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，我答应你，他绝不会轻言倒下。你真的想要置萧大人于死地吗？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皇位，为什么还要杀人？收手吧，阿瑶。皇太后，除非幕后指使另有其人，也许还有转机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马上说出来吧，兴许还可以救他一命。行刑时辰到。等一下，带他过来。小玉，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把幕后指使说出来，就可以平安无事。你就别再白费心机了。无论是作为一个臣子还是男人，敢做就要敢当。我不像有些居心叵测的女人，只会在别人背后张开獠牙。这种女人在我萧玉眼里，再美也是丑陋的。我每次想起来，每次都会觉得恶心。你天无私父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
小玉舍身取义，撼山岳，撼大汉王朝。痛定思痛，满朝文武百官无不从刑场上看清孰是孰非。傅瑶终归没能把我从皇太后的位置上推下去。表面看来，双方是旗鼓相当，其实却是两败俱伤。因为我们都失去了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人。小玉的死，促成了我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。随和2年4月，定陶太后终于迎来了自己如愿以偿的那一天。太子刘欣顺利登基，称为汉哀帝。就在定陶太后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，我却秘密地安排好了凌厉的反击。因为我知道已经不能再继续妥协，妥协就意味着牺牲和死亡。朕是与生俱来的皇帝，朕的父亲定陶王刘康与孝成皇帝一样，都是孝宣皇帝的孙儿，所以朕也是名正言顺的天子。今后，朕会革除孝成皇帝遗留下来的弊端，再次重振祖父孝宣皇帝开创的盛世。支持朕的，朕会把它当作朝廷的栋梁来重用。如果有谁胆敢反对朕，朕将把他视为整个大汉的敌人。众爱卿，听清了吗？太皇太后宣旨：先帝在立陛下为太子时，就已经根据祖制把陛下过继为大宗，这也就意味着陛下一旦登上帝位，就跟定陶太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定陶太后应马上离开长安，返回封地。祖母含辛茹苦地养育朕成人，如果让他返回封地去，朕就再也没有机会向他尽孝了。
百善孝为先，我朝一向以孝治天下。难道太皇太后竟要朕摒除孝义，做一个无视孝道的皇帝吗？皇帝既然已继承皇统，理当供奉太皇太后，不应当再顾念私亲。你今后能够尽孝道的，只有太皇太后一人。如果定陶太后不愿意回去的话，那姑只好让皇上陪同她一块儿离去了。恭请定陶太后离开长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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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臣妾谨遵太皇太后懿旨，请你不要再为难皇上了。明日我就启程，返回定陶。让我进去！你们这些看门狗，快滚开！滚开！不能进去！我要找那个狠毒的老太婆！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皇后殿下，你这样大呼小叫的，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让他进来吧，姑倒要看一看，他这么着急找姑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放手！我妹妹今天一早投河自尽了。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高兴，特别得意呀？不需要你亲自动手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拔去眼中钉。赵合德自杀，跟姑扯得上什么关系？何况他罪有应得，他做过什么，姑不说。皇后殿下心里不是不清楚吧？那都是在你的教唆下干的，你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。陷害许皇后、班婕妤，还有杀死皇子，不都是你谋划的吗？可笑至极呀！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据？哦，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皇后殿下痛失爱妹，受了太大的刺激，脑子不清楚，才会这么满口胡言的吧？趁着姑还没有派人把你赶出去之前，你还是好自为之的自己走吧。我要为我妹妹报仇！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，你这个老妖婆！我要杀了你！放他走！老妖婆，我要杀了你！走吧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走！放开！太后为何要把他放走？他不过是姑一个小小的鱼儿，
姑，还要用它来钓大鱼呢。你们不是他安插在宫中的棋子吗？为什么突然之间和他反目成仇了？我不妨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傅太后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，我妹妹也是受她的教唆，才会一步步踏上不归路的。她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谋夺皇位。自从被发配到定陶的那一天起，她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安排所有的阴谋了。我们姐妹出身寒微，被她收留，自然只有对她唯命是从。可是她却心怀鬼胎，一步步把我们推入了地狱。刚才你说的这些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人知情吗？只有我和妹妹知道她所有的阴谋，所以她才会利用谢光想铲除我们。妹妹就是为了保护我，才自杀的，还不惜一切的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要为妹妹报仇。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但是，那样只会让你真正的敌人拍手称快。你是不是在为傅太后的事为难？是，他手段的狠毒超过了我的想象。许娥、班田，还有我那出世不久的孙儿，都是他指使赵合德下手加害的。为了让自己的孙子登位，他不择手段，把我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除掉。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如今皇帝刚刚驾崩，人心浮动。傅太后在朝廷内有党羽密布，上次在立嗣的问题上，竟连你的兄长大司马王根都为刘歆说好话，要想推翻刘歆继位，困难重重啊！我兄长王根啊，仗着位高权重，挥霍无度，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他，但他都当成耳边风。他会被傅太后收买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只是令我感到痛心的是，兄妹的感情比禅意还薄。好在如今已经由你的侄子王莽接任大司马，他的人品和才能得到举朝上下的认可，相信他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萧大人，你身为大司空，王莽为大司马，你们是我的左右手，这次的夺储之争就靠你们了。事不宜迟，尽快动手，一定要让中山王取代定陶王，继承皇位。我会私下约请丞相翟方进和大司马王莽一起商议废太子的事。皇太后，你还是不宜直接出面，一切由微臣代往吧。好。今日宴聚，是为一件关乎社稷的大事，要与2位大人从长计议。如果定陶王刘歆登基，天下就等于沦落到定陶太后之手。到时候不仅是汉室江山的不幸，更是苍生黎民的不幸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让中山王取代定陶王继位，才能扭转乾坤。这也是皇太后的心意。但此事需秘密进行，一切还要靠2位的全力支持。废除太子有违先帝意愿，就算你我身为3公，可一旦掀起夺储之争，却难以服众。吾等怕是无力回天了。翟丞相此言差矣，大臣乃朝廷柱石，事关社稷，岂可畏难退却？定陶王年幼，定陶太后又野心勃勃，若听凭那女人摆布，将来皇帝形同傀儡。我等万万不能让那样的灾祸发生。
定陶王的才智和学识，都在中山王之上。这也是经过先帝亲自考证的。而皇太后和定陶太后一向面和心不和，宫闱之争时有发生。如今，皇太后支持中山王等位，这既不符合祖制，又不顺应人心。到时候面对这些责难和非议，我们总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？做臣子的，这个时候自然应当出面替皇太后做挡箭牌，不然何以称股肱之臣？两位大人不必争了，我明白丞相的顾虑。自古以来，成王败寇，夺储一旦失败，别说三公的官位不保，就是项上人头也保不住。可是，在这紧急危难的时刻，不正是需要我们挺身而出吗？就算为此付出性命，我萧玉也在所不惜。相信大司马也与我的想法一致，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，请丞相三思。望丞相三思。跪下！定陶太后，大司马，没想到你还有机会到姑的监牢里来做客吧？定陶太后，你竟敢绑架朝廷要臣，快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哼，你就是在这喊破了喉咙，外面也没有人能听见。哦，我都忘了，这个监牢啊，是姑用特殊的材料建造的。外面的声音传得进来，而里面的声音却传不出去。王莽，你信不信？姑就是在这悄悄把你杀了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真正的原因，你应该心知肚明啊！我不仅邀请了你，翟丞相也有幸来了。你们在萧大人府上商议的那个秘密，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啊？定陶太后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萧大人宴请我们，只是饮酒作乐，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情罢了。真是可笑之极，大司马啊！在这种紧要的关头，萧大人会请你们饮酒作乐？大司马不说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翟丞相自己已经承认了。萧大人是想联合你们，谋夺我孙儿的太子之位，对吗？忤逆先皇的旨意，罪名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哈哈，对了，你们是觉得你们有皇太后为你们撑腰，对吗？她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哼，其实废黜太子之位，不就是她的主意吗？我告诉你，皇太后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这是我们这些大臣为了社稷安危做的决定。你以为凭你们3个人就能扭转乾坤吗？啊，错了，不是3个人，是2个人，因为翟丞相已经答应帮我了。大司马府和丞相府的家人今早都来报告说主人没有回家。昨夜我们商讨完大事之后，他们2人就离开了，如今下落不明，我心中有种不安的预感。恐怕傅太后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做的事，先下手了。她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，看来你们的身边早有她的爪牙。
皇太后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跟敌人殊死一搏。可是，如果大司马和翟丞相都在傅太后手上的话，我们投鼠忌器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傅太后既然已经控制了他们，接下来就会想方设法逼迫他们供认出幕后的主谋。到时候，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。傅太后一定会趁机命令你交出皇权，然后彻底的把你逼入深渊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一力承担的。萧大人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才是。萧大人，萧大人，出了什么事了？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夺储之事已经败露，用不了几日，傅太后就要到长乐宫来兴师问罪了。此事不是一直都在秘密进行吗？傅太后是如何得知的？到处都有她安插的耳目，只是没想到，她竟然敢劫持大司马和丞相，把他们扣为人质。这样一来，就是想要对付她，我都无法动手。那皇太后不是很危险吗？就算定陶太后不敢杀她，那也会想方设法夺取她的权利，甚至把她逼入冷宫。不会，我绝不会允许那种事情发生。如果不能保护她，我留在她身边还有什么用呢？你是想要……请你什么都不要跟皇太后说，要不然她一定会阻拦我的。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，请你成全我。萧玉，你是来自首的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你策划了夺储的阴谋，交代你的同谋，还有幕后的主使者？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带下去。姑要去说出真相，让他们把萧玉放了。他是为了保护姑的。殿下，既然你知道他是在保护你，就不应该做出冲动的事情，辜负他的一番苦心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如果能由我去做这个替死鬼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。萧玉和我一样，为了保护你的平安，不惜付出自己的性命。只有你活着，